风油精滴入牙膏中，作用也太厉害了吧！男性朋友、女性朋友都能够用得到，快来一起学一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风油精大家都不陌生，风油精有清凉止痒的作用，春夏秋三季都经常要用到，具有很好的驱蚊效果。而牙膏呢，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洗漱用品。牙膏大家都知道有美白去油的效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把风油精和牙膏混合放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反应吗？下面呢，来制作给大家看看。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把牙膏挤入10厘米以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往里边呢滴入几滴风油精。比较喜欢闻这个味道的朋友可以多滴一些，然后加入热水。之后找一个工具，把牙膏、风油精以及清水全部搅拌均匀。搅拌的时候呢，可以闻到非常浓郁的风油精的味道。不喜欢闻这个味道的朋友呢，尽量把它放远一些。多搅拌一会儿，一定要把牙膏搅散，看到牙膏在水中慢慢融化，颜色有点发白，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款神奇水呢，就制作好啦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喷壶，把溶液全部倒入喷壶中。底部的牙膏的渣子呢，比较容易堵塞喷壶的吸管，所以一定要记得下面的渣子直接丢弃不要。倒好之后呢，把喷壶的盖子呢给它拧紧。那用牙膏和风油精调配好的这个溶液，可以用来做什么呢？一起往下看。家里的垃圾桶经常会出现一些剩菜剩饭或者是水果瓜皮等残渣，天气冷还好，天儿热发酵之后呢，味道特别的难闻。那用这个溶液喷一喷，没一会儿呢就闻不到异味了。这里面风油精和牙膏呢都有自己自带的香味。风油精的成分主要是薄荷脑、樟脑、丁香酚、水杨酸甲酯等，又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。这样把溶液喷洒在垃圾桶里面，就不会有那种腐败的臭味了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垃圾桶里面呢，什么都没放的时候，在垃圾桶底部呢放2张报纸，用我们自己调制好的溶液把这张纸巾喷湿，这样的话，这整个垃圾桶里面都会散发出淡淡的风油精和牙膏的香味。后期呢，还可以将各种垃圾多余的水分呢吸收掉，让垃圾桶保持干燥，可以有效的抑制臭味啦。妙用2，去除孩子的艺术涂鸦。相信有孩子的家庭，很多都有这样的烦恼吧，就是家里面的小孩都喜欢拿着各种笔，画笔或者是我们的圆珠笔以及中性笔，在地面上、桌子上、柜子上，甚至是墙面上乱涂乱画。涂出来之后呢，很多宝妈呢怎么擦都擦不掉，尤其是残留在柜子上。我们把柜子擦掉色，上面的笔记依然纹丝不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刚才调好的溶液呢喷在上面了。当我们的液体喷上来之后，这个笔记开始变得模糊变淡了。接着呢，只需要一张抹布或者是纸巾轻轻一擦，笔记立马呢就能被擦下来了。然后用干抹布再擦一擦，您就看不到任何痕迹了。那么这个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我们用来消除笔记，还可以用来去除宝妈们的口红或者是指甲油留下来的痕迹哦。现在再看墙面，根本看不到任何涂鸦过的痕迹。妙用3，不少我们喜欢的美食都是从这里烹饪出来的。但如果厨房出现了异味，在香喷喷的美食做出来，您还会有食欲去吃吗？所以去除下水道异味呢是极其关键的，不要觉得似有似无的，偶尔闻到就置之不顾。如果您觉得麻烦，那么就用这个溶液喷一喷，可以先用开水冲一冲，再喷一喷这个溶液，然后间隔30分钟再来喷一次，保证能做到异味全无。此方法除了可以去除下水道异味，如果定期使用的话，还能够清理下水道内壁的油污，保证您的下水道不会再发生堵塞哦。妙用4，
您家里有没有个老烟枪？说到这里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。抽烟者是享受啊，散发出来的烟味还会对家庭环境造成污染，迫使家人吸入二手烟。我们知道家里面呢不像外面那么空旷，房间里面一般都是比较密封，如果在房间里面吸完烟，室内呢还会留下浓重的烟味，难以消散。如果仅仅是开窗通风，室内空气流通呢也需要一些时间，短时间内烟味也难以完全散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液体呢喷洒在我们的烟灰缸上面，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烟味了。同时还可以喷在屋子里面的空气里边，多喷几次呢，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烟味呢变淡了，慢慢的就消失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要增强家庭环境保护意识，尽量不要在室内抽烟，从而保持家里室内的空气质量。同时还可以避免家人吸入二手烟。妙用5，明明卫生间看着很干净，却总有股臭味，那么你也可以用它来喷一喷，特别是家里有男生的，小便要注意卫生。男生小便的时候，有时候弧线没有控制好，就很容易弹到边缘位置，若不冲刷的话，就会变成尿渍，时间久了就会有臭味的。如果我们用热水冲洗过后，还是会觉得难闻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溶液来喷一喷，立马臭味全消。如果您家也有这种烦恼，赶紧回家试试。妙用6，直接喷洒在家里的下水道以及花洒下面的滴漏处，溶液多的话，直接往里边倒，效果是最好的。倒的时候要缓慢，一定要让所有的液体全部渗入到下水道的内壁上。这样操作过后，像一些小飞虫呢就不容易在这里面聚集。像家里面的地漏，下水道下面呢都会有一个 S 型的弯头，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水呢在里面积累着。把溶液倒进去之后，溶液呢就可以消灭掉里面的虫卵、细菌以及微生物，这样呢就不用担心家里面会繁殖小飞虫了。朋友们是不是也没想到牙膏加风油精竟然有这样神奇的作用？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小雅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